这次的美食系列影片来到了高雄梦时代，但这次吃的不是梦时代美食，而是对面的夜市王。看这波人潮，同时都涌进梦时代对面的广场。比赛活动2点才开始，现在1点多就已经挤成这样。这次的美食活动是由夜市王官方举办。经过一系列的比赛后，最终只剩下2间夜市争冠。 那就是花莲东大门夜市跟台北南机场夜市。那现场除了这2大夜市对决以外，还有很多曾在比赛中出现过的店家，加上比赛的18家夜市美食，算起来也是几十家的规模。除了美食以外，现场还有歌手表演。那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比赛产营业额最高的获胜，全程皆是电子交易为主。 没有任何现金交易的空间。为此，我还是先将一卡通除了1000元，打算来个1000元能不能夜市吃到饱的影片。但最后结果却变成看谁排得到店家的影片。由于场地受限，所以餐桌方面都是以历史区为主。但很多家庭客也是有备而来，直接带了椅子或野餐垫在里面吃了起来。 这立桌虽然小，但人多到要跟别人并桌。人在全台的夜市中脱颖而出，想必有过人之处吧？那等等就可以好好的来品尝品尝了。随比赛时间越来越近，很多人也开始卡位了。听到比赛正式开始的时候，我还在慢慢逛，想说第一波的人潮买完后再去排就好。 结果发现大错特错，整个场地是越晚越多人来，加上买完的人也在里面吃，整个就是挤爆了。那逛夜市自然就少不了这些小游戏。说真的，这点官方办的有点美中不足。都夜市到户外场地了，应该是要再多一点这种夜市小游戏才是。 整个活动场地很大，很多父母也带小朋友来逛，但现场只有这种弹珠台可以玩而已，至少也要个吊酒瓶或套圈圈的小游戏才热闹。虽然这间没有到决赛，但它的排队人潮真的是爆多，有够多，超级多，吓到我完全不敢排。大概数了一下，就这一家至少上百人在排队，真的太夸张了啦！ 那现在来组活动场地来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找间人潮比较少的店家来吃。结果完全没有，每间都爆满。那这边要抱怨一下活动方的动线很糟糕。如果真的要用形容词来这动线，我想只有进入了8门金锁镇来形容吧。你根本找不到店家排队位置。来了！ 当你以为你排的是蛋饼时，前面的人告诉你这是排臭豆腐，结果后面的人跟你说这边是不是排竹筒饭？还有这些甚至已经排到场外去的民众，他们真的知道排的是什么吗？看到这条无止境的人龙，我是真的没有勇气排下去。 尤其是在店家说他只准备2000份而已。看到活动方事后补的告示牌，真的会让人笑出来。当然，说到夜市，这种最熟悉的画面一定要记录下来，这样是不是才有逛夜市的感觉呢？那回到正题了，既然都来了，至少要选一间来吃。那上次花莲之旅已经有逛过东大门了。 这次就选还没去过的南机场夜市店家来排队，但也是一样排了1个小时才轮到我点餐。本来还想说再去排柠檬汁，结果那边人更多。光是排这间牛肉面就排1个小时，看来想用1000元吃到饱的影片是拍不成了。
酸菜跟辣油是由顾客自行取用，是稍微有点不方便了，没有事先分装好。支付通通都是由电子票证，我使用的是一卡通，也是挺方便的。但我本身是蛮少用电子支付的模式，这也跟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有很大的关联。那这边用电子支付的好处就是能确实开发票，说真的，能拿到夜市店家的发票，实属不雅。另一方面，也是为了比赛的公平性。出餐的速度非常快，我拿到发票时，餐点也已经做完了，等等就来找地方吃吧。不吃不知道，吃了吓一跳。这牛肉也太多太大块了吧？这样售价才160元，而且是台北地段。这牛肉都比面还多了，太夸张。好样的，胖妈牛肉面，我记住你了。那先来吃吃看，分享一下心得。面是用刀削面的方式，汤头应该算是清炖口味，面吃起来的嚼劲很够，也不输给一般拉面的 Q 感。但比较可惜的是，这种面条用在红烧口味，面的滋味不容易发挥出来，变成面跟汤的味道是独立分开的。如果是红烧口味的话，面的味道应该会更好。也可能是因为到外面比赛，不能带齐全部汤头来高雄吧。如果有吃过的观众，也欢迎到底下留言。那这次比赛我有发现一个特别的地方，那就是全部的主食器具都是新的，全部都是一闪一闪亮晶晶，完全没有夜市那种陈年老垢的负面感。虽然也许会有人说这样就会少一位了，但我觉得这样很好，一来干净卫生，二来社会观感也能随之提升，并不是夜市就是脏乱的代名词，也是能做出精致化的标准。虽然我不清楚这是官方的要求，还是店家的自主性加强，我觉得很不错啦，值得推广下去。或许也是节目组想要做出的质感吧。那也来说说这次活动方的一些问题。其实今天有来的民众，一定也会跟我有一样的想法。与其说是夜市王，倒不如说是排队王吧。全部的店家根本找不到排队点，一直到3、4点后，主持人才说会安排一个牌子，来标是排队尾端。我还很刻意到处去找那个排队尾端牌子，结果就是刚刚那个让人想笑的纸牌。而且重点还叫消费者自己拿在手上，不是应该用个立竿，请个工读生站在队伍尾端吗？这种万人的美食活动，这种准备是基本的吧？还好我看现场没有发生口角事件，要不然就要替这场好活动蒙上一层阴影了。要不然排了1、2个小时，发现排错了，整个怒火会爆发吧？我离开现场时，排白带鱼的队伍已经高达几百个人了，甚至还排到场外去。万一排错了呢？这种问题应该是可以预防的吧？还是活动方错估人数呢？我看现场至少15000到2万人左右，是不是太小看高雄人爱美食的执着呢？希望下次如果还有同样的活动，能多加改善就是了。好不容易吃完这碗肉比面还多的牛肉面，只能说还好让我排了这家，真的太幸运了。这却是有吃出能让人觉得可以上榜的价值。虽然口味每个人可能标准都不一样，但看到了比面多的份上，应该不会有任何意见吧？那时候也别马上回家，刚刚的发票还能拿来抽奖，每个时段都会抽出大奖。1张发票可以换1张摸彩券，最大奖还有手机可以拿。隔壁桌上都有笔可以写。当然要留下来试试手气啦。每个时段都会进空奖箱，
所以吃几道就可以投几次，当作是来吃尾牙，顺便抽个奖也不错。接下来就看是不是天选之人了。越晚人潮是越多了，那看来奖项没抽到，排也排不到美食了，那再逛一下就准备回家了。那也很开心，官方选择在高雄举办了总决赛，让高雄也能感受到全台各地的夜市美食。那本集影片也要告一段落了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别忘了按赞、订阅跟分享，期待下个影片与您再相见。